说起水煮鸡蛋，就是很日常的一种鸡蛋做法了。它能更全地保存鸡蛋的营养，而且操作起来也很简单。其实水煮鸡蛋看似简单，也有着不少的技巧。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关于水煮鸡蛋的一些小妙招，让你煮好的鸡蛋老嫩适中，而且可一碰就掉还不粘连。下面就跟着我一起来学学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们先按自己的需求准备好适量的鸡蛋，在鸡蛋的表面都会有一些杂质、灰尘之类的，甚至还会沾有鸡粪便。我们在煮之前就一定要确保将鸡蛋表面完全清洗干净。为了更好清洁，就可以倒上一点食盐在手上，然后用食盐在蛋壳表面摩擦。食盐有杀菌的作用，而且它都是一些细小颗粒，能增大摩擦力，就能帮助将蛋壳表面的脏污清洁得更加干净。洗干净的鸡蛋，我们将其放到锅里就行了。然后往里面添水，水量尽可能多一些，没过鸡蛋为宜。不少人认为煮鸡蛋只用清水就行了，实际并不然。接下来还需要往锅里倒入一点白醋，它的作用就是可以分解蛋壳中的碳酸钙，使蛋壳变软，这样鸡蛋更容易煮熟的同时还不容易被煮破。水中加入少许食盐，是另一个提升煮蛋品质的小技巧。盐能够增加水的离子浓度，使蛋壳中的碳酸钙矿物质变得更易溶解，从而在煮蛋过程中形成微小的裂缝，便于水分渗透，使蛋白更加凝固紧实，同时也有助于蛋壳与蛋白的分离。不过，盐的用量不宜过多，以免影响鸡蛋的自然风味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，谢谢大家了。下面我们再盖上锅盖，改中小火，就让它煮上4到5分钟的样子就可以了。水煮鸡蛋，我们就最好不要一直用大火煮，因为大火会使锅中的水沸腾翻滚热烈，在这种情况下，鸡蛋就会和锅壁、锅底碰撞，从而出现鸡蛋煮破的情况。鸡蛋煮的时间差不多了后，也不要急着捞出来，就让它在锅里焖上几分钟，使鸡蛋口感不老的同时还能充分熟透。整个过程需要8分钟左右，这个时候的蛋黄是刚刚好的状态，不是溏心，也不会太老。煮蛋的时间直接决定了蛋黄的熟度。一般来说，从水沸腾后开始计时，3分钟，蛋白刚刚开始凝固，蛋黄完全是液态，适合制作温泉蛋或流心蛋。5分钟，蛋白已完全凝固，蛋黄表面开始凝固，蛋中心仍保留一定流动性，适合喜欢半熟蛋的朋友。7到8分钟，蛋白凝固紧实，蛋黄已完全凝固但尚未变硬，是大多数人口中的完美煮蛋。10分钟以上，蛋黄开始变硬，适合喜欢全熟蛋或需要切片使用的场合。煮好的鸡蛋应立即捞出，放入冷水中浸泡，这一步骤被称为鸡冷，它能迅速停止鸡蛋内部的加热过程，保持蛋黄的嫩滑口感。同时，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，使蛋壳与蛋白之间的缝隙进一步扩大，便于剥离。煮好的鸡蛋，看看蛋黄很嫩的，一点都不老的，特别的好吃的。
作为餐桌上的万能食材，鸡蛋虽然百搭，但选错了搭档，就像给健康埋下了定时炸弹。今天就带大家避开这些常见误区，解锁鸡蛋的正确打开方式。1、鸡蛋加柿子，小心胃里的结石陷阱。鸡蛋柿子同时会得胃结石的说法，并非空穴来风。未成熟的柿子就像隐藏的小刺猬，体内的鞣酸含量是成熟柿子的5到8倍。当这些鞣酸遇到鸡蛋中的蛋白质，就像2个冤家路窄的对手，立刻结合成不易消化的沉淀物，在胃里形成类似果冻的复合物。不过，成熟的甜柿子就像卸去尖刺的小天使，鞣酸含量大大降低，和鸡蛋交朋友风险小很多。肠胃敏感的人更要注意，这对组合就像容易引发冲突的组合套餐，最好间隔2小时再食用，避免空腹尝试。2、鸡蛋加糖，甜蜜背后的健康危机。网上流传的鸡蛋加糖会中毒，就像耸人听闻的都市传说。所谓的糖基化终末产物确实存在，但它更像高温烹饪的特产。当鸡蛋在120度以上的高温中跳舞，比如煎到焦糊的溏心蛋，或者浓油赤酱的糖醋蛋，才会触发美拉德反应，产生这种加速衰老的物质。不过偶尔品尝不必过于紧张，就像偶尔看场刺激的电影。更健康的吃法是让鸡蛋选择温和路线，水煮或清蒸。当它稍作休息变凉后，再加点蜂蜜甜蜜牵手，这样既能享受美味，又能避开健康风险。鸡蛋的最佳拍档：鸡蛋和橙子、西红柿等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搭配，就像给营养吸收按下加速键，能让铁的吸收率提升2到3倍。牛油果、橄榄油等健康脂肪，就像贴心的营养搬运工，帮助鸡蛋中的脂溶性维生素更好地发挥作用。全谷物与鸡蛋组成的黄金搭档，就像给血糖装上了稳定器，让餐后血糖上升速度降低30%。煮鸡蛋看似简单，实则蕴含了不少学问，可以让鸡蛋更加好剥壳，口感更加嫩，做法也非常简单。煮鸡蛋方法你都学会了吗？可以试试我这个方法哦。今天煮鸡蛋的视频分享好了，爱吃鸡蛋的朋友们可以用这个方法煮鸡蛋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